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讨论关于购买 iPhone 15以下机型是否是一个好时机，以及未来 iPhone 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和中国市场的独特情况。通常，每年上半年都是购买去年 iPhone 的好时机。随着今年 iPhone 15系列的发布，许多消费者会考虑购买旧款机型，因为价格相对便宜。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Apple AI 需要 iPhone 15 Pro 以上机型，旧款 iPhone 的价格跌速会加快，并且其保值性也大不如前。如果用户在未来1到2年内可以接受不使用 Apple AI 的功能，那么现在购买 iPhone 14 Pro 会有较好的性价比，但相对也会没有之前那么保值。接下来，我们来预测一下未来 iPhone 可能会发生的变化。首先，取消实体按键的趋势可能会继续，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上的简洁美观，更是为了提升防水性能和用户体验。比如，传闻中 iPhone 16将会取消实体音量按键，采用全新的触控设计，类似于 iPhone 7的 Home 键。这从 iOS 18测试版的按键动画反馈也可以预测。另外 iPhone 15 Pro 存储容量首次从 256GB 起跳，我觉得并非仅出于销售策略的考量，更有可能是因为 iPhone 15 Pro 是目前唯一使用 A17 芯片支持 Apple AI 的 iPhone 机型，而 Apple AI 的本地语言模型会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 256GB 可能是加载 Apple AI 的最小容量。未来 Apple 可能会逐渐转变销售策略，从选择不同的存储容量偏向为选择适合个人使用习惯的大语言数据模型。本地存储语言模型 iCloud 存储个人数据会越来越成为主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iCloud 存储空间多出了 6TB 和 12TB 可选。在谈到 iPhone 的未来时，我们不得不提及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Apple 在6月的 WWDC 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了 Apple AI 以及和 OpenAI 等大语言模型的整合，最快年底和消费者见面。中国也在近2天宣布从8月15号开始执行人工智能产品的相关规定，而 OpenAI 也在近期关闭了面向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使用权。除了外部大数据模型以外，未来 iPhone 如果引入本地语言模型，也必然会受到中国市场的严格审查。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未来的国行 iPhone 是否会和世界越走越远？无论如何，大多数中国消费者仍然选择使用国产手机，只要微信等主要的应用程序可以正常使用即可。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国从生产设计到消费认知的独特发展路径。中国市场正在逐渐与世界其他地方拉开差距，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综上所述，购买 iPhone 15以下机型是否是好时机，这需要根据个人需求和市场趋势来判断。未来 iPhone 的发展方向包括取消实体按键、提升存储容量、加强 AI 能力等。而在中国市场，随着本地语言模型的进步和严格的市场审查，未来 iPhone 可能会与我们熟知的有所不同。尽管如此， iPhone 中国消费者习惯也在不断变化，国产手机崛起将继续影响中国市场的格局。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希望今天的讨论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